全球很多地铁不是输在票价不够高，而是输在坏了才修，挤了才扩，亏了才补。新加坡看起来像个例外，关键不在车厢比较新，也不只是罚款比较严，而是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把地铁当成一门普通生意。很多人以为新加坡地铁能相对盈利，是因为人口集中，票价不低，大家守规矩。这个判断只对了一部分，真正的答案是他把规划、融资、监管、维护、土地开发，甚至乘客行为管理放进了同一个系统。对于每天通勤上班、接送孩子、换乘巴士的普通人而言，坐车花费其实算不上大头，最耗时间、间接影响收入的永远是出行里的各种变数：列车晚点、换乘衔接出错、站台拥堵、短途接驳不畅。你们觉得新加坡地铁最大优势究竟是硬件技术、管理制度，还是顶层整体规划？可以先把想法写在评论区。接下来我们细细拆解。全球各大城市地铁大多饱受亏损，设施老化困扰，为什么唯独新加坡能搭建出一套稳定运转，还可以持续迭代升级的公共轨道交通系统？要理解新加坡地铁为什么能相对可持续，先要接受一个前提，在新加坡 MRT 从来不只是把人从 A 点送到 B 点，它更像是整座城市的生活骨架。很多本地工薪家庭的日常其实都围着这套系统在转。住祖屋的人早上从楼下接驳巴士到 MRT， 再进 CBD 上班，下班以后顺路在站边超市、食阁或者商场把晚餐解决，周末带孩子去医院、图书馆、补习中心，也离不开这张轨道网络。对新移民或者准备来新加坡生活的人来说，找房时第一句常常不是问面积，而是问离 MRT 几分钟，换工作、选学校、看房租，最后都绕回通勤时间。根据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近年的统计，平日早高峰公共交通模式分担率大约在60%以上，这说明公共交通不是补充方案，而是主系统。也因为这样，地铁一旦不稳，受影响的不只是乘客情绪，而是整座城市的时间分配、企业用工效率，甚至家庭生活安排。新加坡和很多欧美老牌城市的差别也在这里，很多城市是先有城市，再补地铁，结果线路老化、产权复杂、维护长期滞后。新加坡则是把住房开发、就业中心、商业节点和交通网络尽量一起规划。国土小不代表事情简单，反而意味着每一块土地都要精算。地铁如果失灵，影响会很快扩散。所以政府看待 MRT 不能只算运营账，还要算土地账、城市效率账和社会稳定账。你现在住的地方到最近 MRT 站要几分钟，这会不会直接影响你选房、换工或者日常开销？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说明地铁在新加坡的位置了。如果只把新加坡地铁的表现理解成技术先进，其实会漏掉最关键的一层。它先解决的是治理问题，不是设备问题。全球很多地铁为什么越做越难，往往不是没人努力，而是责任不清。谁来投钱更新设备？谁来承担长期维护？谁为故障负责？谁决定票价？常常分散在不同机构和不同预算逻辑里。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该修，但总想再等等。新加坡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他把铁路资产和运营服务尽量拆清楚。2016年起逐步推行的新铁路融资框架下，轨道和多数核心铁路资产由政府持有，运营商像 SMRT 和 SBS Transit 主要负责运营服务和日常表现。这样做的好处很直接，运营商不用自己扛整套重资产压力，政府也能从整个网络角度统一扩线、更新和大修。服务如果下滑，问责对象更清楚，再加上预防性维护和持续更新，新加坡压低的不是一次故障，而是整套系统长期失灵的概率。所以它能相对稳定，不是靠技术神话，而是先把制度搭稳。你如果只能选一个，你更在意票价便宜，还是几乎不会突然失灵？这个选择其实就是在选治理方式。讲到新加坡地铁能相对盈利，最容易掉进一个误区，
就是以为它主要靠乘客每天刷卡，把整套系统养起来。现实没有这么简单。地铁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前期投资大，维护要求高。如果只盯着票箱收入，全球绝大多数城市都很难好看。新加坡比较聪明的地方，不是把地铁变成了一门暴利生意，而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地铁创造的价值远远不只是一张车票。最典型的就是 TOD， 也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一条新线，一座新站，都会直接改变周边土地的价值和使用方式。新加坡在这方面的优势是政府本来就对土地供应、组屋新镇、商业节点和交通网络有较强的统筹能力。地铁带来的增值不会完全流失在无序开发里，而是有机会通过土地出让、站点周边综合开发和商业空间，部分回流到公共系统。这里也要讲得更实在一点，新加坡地铁并不是完全不靠补贴，政府会通过补贴、票价调整机制和资产安排去平衡运营成本与乘客负担，所以它不是消灭亏损，而是把成本分散得更透明，乘客付一部分，政府承担一部分，土地增值和商业活动回补一部分，最后换来的是一套大家愿意持续使用的系统。所以真正的关键不是车票赚不赚钱，而是地铁带来的城市红利能不能重新接回系统本身。你如果租房或买房靠近 MRT， 愿不愿意多付一点？这笔溢价该不该有一部分回到交通系统，其实很值得讨论。前面2层讲的是制度和钱，最后一层讲的是很多人每天都能感受到，但未必会系统去想的东西。为什么新加坡地铁会让人形成一种稳定的依赖感？答案往往不在列车本身，而在秩序、接驳和那些看起来很小的日常体验。先讲秩序，很多外地人第一次来新加坡，会把地铁里不能吃喝、站内规则多、罚款明确理解成单纯的严格。但如果你每天都在高峰期通勤，就会知道这不是面子工程，而是高密度城市的运营条件。系统越繁忙，越不能靠现场劝导去救火，只能靠稳定规则把摩擦降到最低。所以这套秩序管理本质上是在替大多数守时通勤的人守住基本运行条件。第二个常被低估的点是无障碍电梯、坡道、无障碍厕所和更友好的站内动线，看起来像细节，实际上决定一套系统能不能真正服务全社会。老人家、轮椅使用者、推婴儿车的家长，如果都能顺畅使用 MRT， 公共交通的用户基础就会更广，也更稳定。第三个，也是最接地气的一点，叫最后100米。很多城市的地铁只把自己管到出闸机为止，后面怎么走、怎么转、下雨怎么办，系统不太负责。新加坡比较不同，它会尽量把 MRT、巴士转换站、遮雨连道、组屋区、步行系统和商场入口接起来。你从站里出来，不一定每一步都完美，但大多数时候不会突然断掉。对乘客来说，旅程不是列车运行时间这么简单，而是从家门口到公司门口的完整体验。所以第3层答案是，新加坡地铁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会建、会修、会算账，而是它懂得把乘客每天最琐碎的麻烦当成系统设计的一部分来处理。你最常用的 MRT 站，最满意或者最想改善的是哪一点？其实最能说明问题。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全球地铁普遍为亏损和老化头痛，为什么新加坡地铁能相对盈利，而且长期维持高可靠？答案可以浓缩成3句话。第一，它先把治理结构理顺，政府掌握重资产和标准，运营商在清晰规则下拼服务。第二，它不只算票价收入，而是把地铁带来的土地增值、商业活力和城市效率一部分重新接回系统。第三，它没有忽略那些看起来很小的事，秩序、无障碍、接驳、最后100米，因为真正决定一套公共交通能不能被依赖的，往往就是这些细节。当然，这套模式不是没有代价，票价怎么调，补贴怎么给，扩线要花多少钱，老系统怎么持续更新，未来都还是会继续讨论。但至少新加坡给了一个很清楚的示范，
公共服务不一定注定低效，关键是有没有人愿意用10年、20年的时间去规划，而不是只顾眼前账面。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政策和治理角度拆解新加坡热点的内容，欢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你觉得新加坡地铁最值得保留的一点是什么？最需要改善的一点又是什么？